所以我们之前我在做那个MR2A 跟5A 啊，我100台里面我就进5个 PC 板，准备等着说以后万一这个几年后，我们的想法是，我们虽然是保固1年，但是我们至少要保修5年。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这次呢，我们要开箱这一款所谓的扩大机。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说扩大机是干嘛的。在一般音响里面呢，其实喇叭、被动式的喇叭跟扩大机是分开的。这时候可能又有观众朋友会好奇说，我平常使用 Soundbar 的话，也没有看到什么扩大机啊，我 Soundbar 一样就是用得好好，也有声音。那其实 Soundbar 它里面也有所谓的扩大机哦，就是它把这个扩大机的电路板这整个做到 Soundbar 的长形的那个音响里面去了。但是像我们这种音响用的扩大机啊，你看它体积比较大嘛，它单独出来设计成一个这个机器，所以它的整个的音质、它的散热、它的功率都可以做到一个最好的设定。那今天我们要开箱这台来自于德国 Magnet 的 MA900， 它是一个有个在阻抗在8欧姆之下，它有将近200瓦输出的这个功率怪兽。那我们一样会请到上次的这个音响的代理商，就是秦汉社的廖董事长来帮我们讲一下这台机器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再来就会请廖董事长出场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好 ，Hello， 主持人 Alan， 还有各位麦式的观众，大家好。那今天非常高兴呢，有机会跟人介绍曼纳德国品牌的另外一个扩大器，综合扩大器 MA900。了解，那也谢谢廖董，就是今天风雨无阻的，又是到我们节目来录制这个介绍。那廖董方便介绍一下，今年他们这个 Magnet 就算今年新推出的这个 MA900， 它是一个系列吗？还是什么样的状况？对，它有一个系列叫 MA900 跟 MA700， 这同属一个系列的产品。了解，那这款扩大机我看它的设计跟一般的这种所谓的晶体的扩大机或是真空管的扩大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一个前级是有应用到真空管，然后后级是晶体的设计。是的，那这个值得一提是Magnet 之前也做过很多扩大器，那今年新推出的这个扩大器，它的最大特色是它用 ECC81 低噪管。所以低噪管的话，它可以在几乎跟电竞体一样的那个低噪性的部分，所以它的声音可以更干净更好。了解，好像一般看到的这种不管是真空管的扩大机，或者是前管后晶的扩大机里面，他们前级通常会比较常见，好像是 12A X7 的，还有 12A U7 的部分啊，所以这台 MA900 的确用的管子比较特别一点，这样子。对，而且它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在生产工厂里面就先burning 先烧管，它因为一烧管以后出来，它的声音大家都知道，真空管越烧它的声音就会越好的，所以它一烧好了，对。所以消费者基本上一拿到它就是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声音了，就不用再去 run 他们所谓 run 机了，这样子。对，了解。那廖董事长帮我们就是从机器整个外观先来介绍一下好吗？好，那整个外观的部分我大概讲一下，它全部的机器都用铝的面板跟铁的架构，这个是全部用 CNC 做的，然后内部的部分我们要提一下它的电路部分，就是这样，它用环形变压器，而且它用一个很好的那个金属去把它套住，让它的那个电磁波都比较稳定，而且它用独立电源，它因为我们扩大器有前级有后级嘛，它的电源都是独立的，而且独立稳压。好，它不是用一个变压器，用一个电源就直接串接到后级，串接到前级，它都独立的，而且独立的稳压，这是很大特色。对，了解。所以它的扩大机不像现在有些为了要做大功率，它可能第一个采用低类放大的设计，第二个它用交换式的电源。那 MA900 它一样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 AB 类扩大，对传统的 AB 类扩大，然后环形的变压器。然后您刚讲说，它特别做了一个金属的遮罩去罩住它的环形变压器，
让它的屏蔽更好，声音更干净，它就不会去影响电磁波影响。然后在它的各个电路板，它也做独立的，就是它有特别的去加强它每个电路板的供电，就是有基本上在电源的部分有精心设计过，这样就是把它完全当做是一个这个几十万的 high end 的机器来对待。对对对，没有错，他用一个很 high end 的想法去做这台扩大器，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的这个high end 的品牌 Burmester， 他也是做扩大器起家，他做得非常好。我这几十年前我曾经去德国，我遇到 Burmester 本人，当然他这几年前过世了哈，那不这个品牌还是继续在经营。那德国的品牌里面做扩大器的，做平价的。平常来讲不多，好，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大部分是日本品牌啊，或美国品牌、加拿大品牌。那德国本身做的不多，它有做德国都一般都很贵，可是它利用它的设计啊，它的一些材料啊，整合现在的一些必需品，比方说现在的黑胶唱盘有 MMC 啊，然后它的唱放呢，它用德语的 TI 的那个 OP 去把它做得更好啊，这部分我们大家可以提的。那它也有蓝牙它也用高通的这个 Quantum 的这个低噪的这个传真的这个声音出来，对。了解，的确，一般谈到德国品牌，大家比较会有印象，就是一些高贵的，假如说 Burmester 或者是像 T+A 这种是 high end 等级的，对。那 Magnate 它算是把这种德国人的精神，就带给这种我们算是一般人也消费得起的等级啦。对啦，就是比较亲民啦。了解，然后它的刚刚讲说它有 NN 有 NC 的唱放功能整合在里面，然后有特别设计过这样子。我有看过它的 NN 跟 NC 是单独2个输入，就像有一些它会比较节省，它会直接用切换档位的。这一台好像是直接独立出来的，对，它都独立的 OP 版在做唱放，因为它的不一样，它为了不要让它互相干扰，它的设计是用比较 high end 的精准去设计的。如果你来讲说10万块以下的这个价位来讲，应该它是算是很超值的，对。了解，然后刚才还有讲到它的无线是这个 aptX HD， 就是跟一般的 aptX 不一样，它更高阶的这个 HD 的版本这样子哦，所以这做的真的是不管你是有线无线，然后它如果接电视也是可以接，因为我看它好像有光纤跟同轴接孔。对，它有2个光纤，然后2个同轴的接孔，所以你如果用电视直接拉过来的话，一样可以符合你现代人需要的一些器材，它都可以应用得到。那最重要还有一个，它的输入端因为电视有时候输出的信号跟你用其他的 source 输入信号不一样嘛。它输入的那个的 source 可以调整在正负6 dB 以内，它可以把它调到一致性，所以你不会说，我突然听了这个电视进来，突然声音会比较大或比较小，它可以在里面做调整，所以它整个产品的这个一致性会更好。了解，这个功能我那时候有看到它有介绍，就是这个功能主要针对说，像有时候你接光纤，可能有人会光纤接电视机，那同轴会接一个蓝光机或 CD 机，然后他们可能有时候会接其他东西，那会很困扰，就是说每一个输入人的音量如果落差太大，有时候你的音量调来调去会觉得很烦。所以当然像环绕扩大机它都有这个功能，但是像2声道扩大机，它针对每一个讯源去做音量的这个算是预补偿的动作，这个很少见，就是尤其在平价应该3-4万块扩大机我也没看过，这种4-5万的我也没看过，10万以下好像也没什么看到这样子。而且它也有待机功能。它有待机功能，它就是你打开的时候，当它没有信号的时候，超过60分钟它自动关机，它就回到 standby。不过你下次要开的时候，你要去按它的这个开关。了解，所以基本上输入源应该算多，应该坦白讲就是算都有啦，因为我看它有光纤有同轴，那类比就不用讲了，就是好几组的类比输入，甚至连前面它都有一个 line-in 的给 3.5nm 的输入这样子。那另外我看它还有 record out， 就是它可以接，这通常可以拿来接，现代当然是接重低音比较多啦这样子。接重音比较多了，但是如果你必须要在录音的话，就
也可以做，但是一般呢，很多人都拿来做接重低音，没有错。对，就是虽然MA900已经是一个200瓦的大怪兽，就是你一般如果你推一对落地喇叭，基本上你应该是不用再加重低音啦。但是如果要看电影的，就很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当然没问题，这个一样可以加一颗重低音。另外我提醒那个我们主持人哈，它还有功能，它可以接 mono， 就是它 mono 输出的话，就更大了。就是它这一台本来两个 channel 嘛，它可以变成一个 channel， 所以你就可以变成说 mono 的设计方式。OK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叫他们大家都知道怎么讲，这个功能就是有点像是它原本是一个双声道的扩大机，但是它按下一个开关或切换一个档位之后，它可以变成一个单声道的扩大机，叫 bridge， 一般讲 bridge 桥接，我们一般可能叫桥接，对。那这个功能就真的是很实用，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可能买扩大机想要升级，那升级的时候就是旧的扩大机你要卖又有时候可能不太好马上的这个处理，那这时候 MA900 提供给你的一个新选择，就是你原本200瓦就已经功率大怪兽了嘛，你买了一个这个40-50万的喇叭跨级挑战，那你想要再让它推得更好，你就可以再买一台 MA900， 就2台单独去对付2只喇叭，这样相信这个世界上应该很少这样喇叭可以应付这样的功率的啦。功率大家都希望大了，但是功率大其实最大的目的是它的电流输出更大，所以它在推那个比较难推的喇叭的时候，它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了解，所以廖董自己也应该测试过，是对这款产品非常有信心的。就是对，另外跟大家讲一下，廖董其实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大家对就关于电路这些的，廖董事长所讲的话，就是可以更有信心这样。另外，我看它基板的，就是机器的前方，它还有所谓的，还有几个旋钮，当然切换 source 这个就一定很常见，然后它还有 balance 左右这个功能。那一般 balance， 廖董事长，如果你自己在使用的话，现在这个功能你会建议观众朋友怎么去做使用？一般来讲，以我来讲，我们都在按这前面这个按键，就是让它是在平衡的阶段啦。所以说，比方它虽然有高音、中音、低音调整，一般我们在听是从中间开始，就直接 direct， 就 defect， 就直接下去，没有经过 EQ 的啦。对，就直接在bypass，也可以一样可以这样讲，但是没有经过 EQ 的。那这样的话，对于 high end 的人来说，他们一般是会想这样子的，但是他多给你那个东西，就是让你觉得说你好玩。如果你觉得说我的喇叭不一样，那我去调高音、调中音、调低音也可以。但是如果以我个人来听，我是全部摆在中间的啦。对。了解哦，刚刚我们讲的是 balance 功能，这是一个左右音量的调整。那刚刚廖董事长所讲的就是，它除了 balance 左右音量调整的功能之外，它还有一个3段，应该说 EQ 有分高中低音的这个3个旋钮做调整。那当然，一般音响发烧友大家喜欢听原音重现，可能就是不会去动它。那的确有时候你会就是有时候机器买久了嘛，想要换个口味。假如说你听一些摇滚乐，当然低音想要重一点。那可能有时候你听一些古典乐、钢琴或什么的，你希望高音，或听人声，你希望中音多一点。这个时候 Magnet MA900 它提供给你的一个变化的选择。那当然喜欢什么样的音色就还是在个人，但我觉得这种旋钮的设计基本上它算是很直觉的。因为像我以前我家里面有那种就是类似卡带机，它那个 EQ 有12段、15段，那个也就是可以上下调的，基本上你做成那种设计，一般人大概就阵亡了，就也不会去动它。以前最常见是在汽车音响里面的，对，调的乱七八糟的。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般 PA 就是比较在那个广播系统很多都会让你调这个，但是那是很专业的啦，它切割的很专业的一些频率范围啊，怎么样，没有错了，对。了解，那这个 balance 功能就是左右音量的平衡。如果是我的话，我一般应用，我觉得这个功能就针对，尤其是亚洲，当然如果你是美国人或欧洲人，可能比较没有差，因为空间很大，你喇叭基本上都可以摆到你喜欢的地方。但尤其我觉得在亚洲，这个左右音量 balance 的功能，你基本上常常会用到。为什么？假设你今天你在客厅，你左边是阳台有窗户，那反射会比较重。
右边是连接开放的厨房。那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你坐在皇帝位听，你就会觉得左右的音压不一样嘛，这个立体感就可能人声节相会没有那么中间。那你有时候喇叭不好动，因为动了太太会说话，动了这个装潢不好看，所以没有错。对，这个时候就要请教麦士啦，因为你们的工程师你应该就会就它位置的不同的反射部分调到适当的位置啦。那这个平常讲这个蛮专业的啦，是蛮专业的。对，就是这个 balance 的功能，可能大家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就扩大机看很多没有做，但是我觉得有做，基本上它就是提供。当然很多人他听音乐，他是觉得什么立体感或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听音乐就听音色。但坦白讲，我们听这种音响，听这种喇叭，就是要听它的整个立体感的表现。那立体感的表现，有时候你调整的时候，摆位不一定好调整啦，喇叭的摆放位置。那这时候去动这个扩大机的所有音量 balance 的功能，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没有错。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MA900 它就是，你看它数位的输入也有，我看它的数位输入支援到24 bit 192千赫兹的这个取样率，对，有。所以基本上也就是目前超越 CD 等级，就是最高规的啦。坦白讲，以目前来讲，它是算高规的啦。对，所以你就算接着看电视、看电影也是很够用，然后类比输入全部都有，然后又有 EQ 调整。又有 balance 的功能，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在8欧姆阻抗下有200瓦的这个大功率。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个在8欧姆有200瓦输出的这个扩大机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大家会比较没有头绪。坦白讲，基本上你不要说10万块啦，基本上你看到有这种功率的，可能都是很 high end 的机器，就20-30万这样子起跳的。那对，所以 Magnite 这次真的是带给大家一个算是你不用说花到20-30万，你就有一个200瓦的享受了，这样子。对了，Magnite他从头到尾他的坚持声音的部分，他们是蛮坚持的啦，就诚如他在做喇叭一样啊，他对声音的部分是蛮用心的，因为他一直认为说他是在卖声音啊，卖音乐，卖这个就是我们叫 reproduction 嘛。那不过他这个部分他现在碍这个接受度，所以他必须要用各种方式让它价格合理，然后又可以达到效果。好，那你如果是你去买 Burmester， 当然一定好，我100%跟你讲好。但问题是你必须要花很贵的东西来买它。当然就是一般人有的预算就没有那么多。当然这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也听过这个机器，对。了解，所以就是在这个 D 类就是扩大机横行的时代啊，这个 Magnite 还做了这样一台 AB 类的，算是走传统路线的大功率扩大机，然后又做的这么的平易近人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少见这样子。对，AB 类我自己当初我在学的时候，当然有做 AB 类 ，D 类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开始，但 AB 类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它的线路啊，就是都有办法处理。所以如果低类的话，有一些它就用 chip 啊，用 chip 去做，所以你可能以后你搞不好就找不到那个东西可以去换它，所以它对于那个售后服务会比较有问题。所以我们之前我在做那个MR2A 跟5A 啊，我100台里面我就进5个 PC 板。准备等着说以后万一这个几年后，我们的想法是，我们虽然是保固1年，但是我们至少要保修5年。好，我们政府也有规定的，说以前我做过生产，我知道政府有规定说，你必须要所有的零件要 keep，保证5年内要对消费者负责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注意到这一部分，因为说扩大机最重要的是售后服务啊，喇叭或许比较不会坏，然后也比较简单，但扩大机里面牵涉很多，它又动态的，然后难免都会有难免都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强调说，我们作为一个代理商的责任，就是要对这个产品有一个品质保证、维修服务啊的职责，这就是我们这很重要的职务之一。对，了解，就是当然 Magnite 它这个 MA900 做得好，这是一部分。那
身为这个代理商的廖董事长，就在这边也是就强调他们这个希望给消费者一个永续使用的一个概念啦，就像你一台机器买到手，起码你往后的不要说5年啦，希望但人越久，董事长希望也做到10年，也是希望的这样子，希望消费者只要我们有零件都可以了，而且 AV 类的扩大器啊，技术很成熟了，讲真的，所以我敢打包是可以做服务。其实你如果大家有用过之前麦格纳其他的不是我们代理时候的麦格纳的这个扩大器产品，你也可以来找我们啊，你透过麦士交给我们，我们可以服务，我们一样可以帮你服务。了解，所以廖董事长就是想当这个音响发烧友大家的一辈子的这个坚强的后盾。没有，我就是对 Focus 这个品牌，因为我们做品牌是这样子，品牌是一种承诺嘛，那我们代理商就是一个责任。好，所以为什么有人讲说啊，水货那么便宜？水货第一个进来你没有人服务，第二个他可能电源线有问题啊，或者是后面有问题，所以不一定可笑啦。我有点在笑。那也感谢廖董事长，就是帮我们今天晚上分享那么多的这个资讯。那最后廖董事长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结尾，跟就是说个晚安。现在时间好像也的确蛮晚的，这样蛮晚的啊。今天也很高兴我们的 Alan 他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那我这边就尽量把产品来讲。我也非常感谢麦士所有的观众，大家好，有机会到我们麦士来试听，谢谢。那也谢谢廖董事长。那最后我再做一个结尾，这样子。好，谢谢。好。那我们也是真的非常感谢这个秦汉社的廖董事长，就是这么晚了还是来帮我们开箱这款德国 Manet 的 MA900 大功率的扩大机。那之后其实我们会录更多音响相关的题材。当然我们本来的电视跟家电也就再有录了嘛。因为要录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就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有特别想看的题材啊，就可以不用客气，直接在我们的 YouTube 留言区底下直接留言。那我们小编看到之后，就尽量把这些大家有兴趣的题材呢，去往前做排程。好，那就是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就是各位的支持，就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Alan， 大家拜拜。